岁那年，林之夏做了人生中最冲动也是最致命的一个决定，不顾父母反对，毅然决然地嫁给了他深信不疑的爱情对象陈子恒。那时的他眼里只有他，耳边都是他柔情的誓言，心中没有任何怀疑。父母一次次劝说，甚至下跪哀求，他却始终不肯回头。他以为爱情就是他全部的世界，父母的阻拦只是老一辈的偏见，而他愿意赌上全部去追梦。但他没想到，这不是一场奔向幸福的恋爱旅行，而是坠入深渊的悲剧启幕。新婚的3天是林之夏短暂的梦幻时光，陈子恒表现得体贴入微，公婆也一脸笑意，仿佛在迎接一位新家人。但从第4天开始，现实就毫不留情地撕开了伪装的面具。婆婆开始用嫌弃的语气质问她为什么不早点怀孕，丈夫不再温柔体贴，而是动不动就大声斥责她没用，不会做事。林之夏才明白，婚姻不是童话，而是生活的琐碎和磨人。而更让他惊恐的是，那些情绪失控背后竟隐藏着逐渐升级的语言暴力与精神控制。起初是小吵小闹，后来变成了动手。只要饭菜不合胃口，陈子恒就会怒掀餐桌，只要他没听从婆婆的命令，就会被冷嘲热讽，甚至强制罚跪。林之夏从一个开朗明媚的女孩，逐渐变得沉默寡言，眼神中常常带着惊恐与不安。她不止一次想离开，但每一次都被丈夫用你走了我就去死的话语绑架，甚至被婆婆辱骂白眼狼、不要脸。她的反抗成了笑话，她的眼泪无人理睬。她的世界彻底被这段错嫁的婚姻吞噬。某天夜里，她趁着全家熟睡，偷偷收拾几件衣服准备逃走。可刚走到村口，就被丈夫发现。那一夜是她记忆中最恐怖的噩梦。陈子恒把她拖回家，狠狠地踢打她，用皮带抽打她，甚至还将她关进储物间整整2天，不给水喝。你是我老婆，你逃得掉吗？这句冷漠至极的话语深深地刻在她的心头。她知道她成为了一个困兽，而那个曾让她痴迷的男人早已不见踪影，留下的只是个控制狂。林之夏曾经多次偷偷打电话给母亲，但她始终说不出实情。她害怕父母担心，更害怕他们说出那句早告诉你别嫁了。她强装笑颜，说自己过得很好。然而在一个深夜，她实在撑不住了，拨通了母亲的电话，泣不成声地道出一切。电话那头，母亲沉默了很久，只说了一句：孩子，妈一直都在。那一刻，她崩溃了。原来家才是永远不会放弃他的地方。第2天一早，父亲便带着人赶到陈家。这是他嫁入夫家以来第一次见到父亲那样愤怒的模样。他毫不犹豫地推开陈子恒，护在他面前：我女儿不是你发泄的工具。经过长达数小时的争执与威胁报警，林之夏终于被接回了家。他披头散发，面青唇白，但眼神里多了点重生的倔强。在父母的全力支持下，林之夏终于不再沉默。他带着伤痕走进了派出所，颤抖地写下了自己的经历，每一行字都像刀子，刻进他的心。警方在勘验伤情、取证后，迅速为他申请了人身保护令，并以故意伤害罪对陈子恒展开立案调查。这一步，他走得艰难，却也坚定。法律是他最后的保护伞，也是他能重新活下去的唯一出路。与此同时，有公益组织介入，为他提供心理辅导和法律援助。他第一次意识到，原来社会上并不缺温暖，只是他过去太绝望，太孤立无援。他开始学习新的技能，报名心理成长课程，与更多类似经历的女性交流。每一段痛苦的倾诉都像一面镜子，照见彼此的脆弱和力量。林之夏不再是那个被打击到沉默的女孩，而是逐渐找回声音的女人。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，走上了反家暴讲座的讲台，说出最真实的伤口，也成为了最坚定的声音。她终于明白，逃离不是懦弱，而是重生的起点。保护自己不是耻辱，而是应得的权利。法律不能治愈一切，但它能为我们撑起一把伞，在风暴中坚持到天亮。
曾几何时，陈子恒是他的全世界。他一笑，他便沦陷；他说爱你，他便信以为真。他用所有的信任赌了一场婚姻，却从没想到，对方从不是他命中注定的良人，而是他结束的起点。他曾无数次在脑海里回放那场初识，他们在雨中相遇，他为他撑伞，他以为那是命运；他为他写情书，他以为那是天意。他说你离不开我，他竟然真的信了。直到有一天，他明白，你离不开我这句话的背后，不是深情，而是控制。林之夏终于觉醒，真正的爱情不是束缚，而是成全；不是剥夺自由，而是给予力量。他不再用委屈自己来换取所谓的稳定，也不再幻想他会变好，因为他知道，伤害你的人不会因为你流泪而悔改。爱情不该是牢笼，婚姻不该是枷锁。每一个女孩都该明白，没有谁值得你放弃自尊去讨好，也没有哪段感情值得你承受屈辱去维持。那些曾经的誓言已经随风而去，他的未来才刚刚开始。如今，他愿意用自己的故事去唤醒更多还在等待奇迹的女孩。别再相信爱可以改变一切，因为只有你自己才是自己命运的主宰。亲爱的女孩们，你是否也曾在某个深夜，为了一句甜言蜜语心动不已？你是否也在面对父母反对时感到愤怒与不解？你以为那是他们在拆散你的幸福，但你不知道的是，他们只是怕你摔得太痛。林之夏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爱情不是盲目，不是赌气，更不是逃避现实的避风港。真正的爱情从不需要你牺牲尊严，更不该让你流泪求生。婚姻若成了束缚，那就该挣脱，不要为了世俗的眼光折磨自己一生。父母的反对不一定是阻碍，或许是过来人的经验之谈。他们走过的弯路，正是你眼下的路。他们的沉默，其实是一种深沉的爱。不要总觉得他们唠叨，不理解你。当你跌倒时，可能唯一不离不弃的就是那对你早已失望却仍牵挂的眼睛。所以，女孩啊，请爱自己。不要为了证明爱情而用青春换伤痕，不要为了赌一口气就丢了整个人生。如果你现在正陷入迷惘，那请记得，真正的爱是让你变得更好的那种，而不是让你困在枷锁里的毒药。愿你擦亮双眼，在爱的世界里，拥有选择与退出的权利，也有重新开始的勇气。人生总有一些痛苦是我们必须经历的。林之夏经历过伤害、误解、绝望，但他依然选择走回来，用满身的伤口告诉世界，女人不是谁的附属品，也不是男人情绪的出气筒。在深夜哭泣时，他没有一个人可以依靠；在想要逃离时，他被狠狠拉回。但他没有屈服，他学会了求助，学会了说不，也学会了爱自己。正是那一份自我救赎，让他在一片废墟中重新开出花来。很多人都说，谁年轻时没做过错事？可关键是，你能不能从错里清醒，从痛中成长？之夏做到了。他曾以为那段婚姻就是全部，但他后来明白，真正属于他的，是一个没有暴力、没有控制的世界，是阳光照进来的那一刻自由的空气。今天，他站在讲台上，对无数女孩讲述自己的故事，不是为了博得同情，而是希望更多人觉醒。他用自己的声音呼喊更多沉默的灵魂，别再沉默了，你不是一个人。所以，请你记住这个名字，也记住这个曾经被压垮但依然站起来的女孩。希望你在人生的风雨中依旧温柔坚定，带着希望走向自己的光明未来。红心感谢观看，欢迎留言加订阅。如果你也被这个真实的故事打动，请点赞支持我们。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想法，我们会认真阅读每一条真诚的评论。订阅频道，不错过每一则震撼人心的故事，我们将持续为你带来更多现实中鲜为人知、触动灵魂的真实经历。